对加装电梯你有些什么顾虑？就是说你作为2楼的住户来说。好的，那我这儿也讲一下啊，加装电梯的这个问题呢，我是后面逐步了解的，就是说宣传的都是比较好的一面，那就是便于老人，对吧？有利于整个房子的升值啊什么。但是第一点，从老人的角度来讲，我们这一栋楼，我母亲76岁了，对吧？比我母亲岁数大的其实没2个，为什么呢？大部分都因为我们这儿是学区房，大部分都是这2年买进来的。你想，为了小孩读小学买进来的都是40岁、50岁的，对吧？他们是在乎的是学区，而不是爬几层楼。那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加梯？那我就不说了。那问题是我母亲已经那么大岁数了，晚上睡觉已经不好。我们边上呢7号楼是已经加梯成功的，晚上人家半夜里11点、12点有人电梯一撑啊，白天你是听不到，就没感觉，就像现在我们在这儿有电梯上下，你没有什么感觉的。但是晚上11点、12点这个一动，我母亲是马上就是很警觉的，而且老人睡眠睡下去了，醒了睡不着了，到外面要看一个小时电视。那我反过来说一句话，6楼、7楼如果真有老人啊，别说我们这栋楼没有，就算真有老人，他是老人，我母亲不是老人嘛，就1楼、2楼的老人就不是老人了嘛。那这个通风采光我们不说，其实我后期最反对的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楼宇开裂、楼宇结构，这个是对我们来讲，90几年或者0几年造的房子都是砖混结构，钢筋混凝土啊。最早的50几年的房子不说了，就没有钢筋的，就是砖混结构。像我们这儿呢，就至少框架还有点钢筋，但是呢，大部分还是用预制板的。其实如果到房间里，你也能感觉到，都是一块块预制板，把它装修好，不是腻子批好之后啊，马上就是会开裂的嘛，一条条缝。那对我们的房子来说，开裂其实是有了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从我们前面一排就是19年开始加装电梯做，房屋等会儿开裂，你开裂个3公分、5公分，找谁去？我找也找不到。而且呢，这个里边讲到一点，现在加装电梯，你看从底楼一直到顶楼，它的入户啊，它是从楼梯里边入户的。这个入户呢，都是要把原来不是有圈梁的嘛，都是把圈梁、钢筋、水泥都要打掉的。但是呢，事实上这种圈梁你如果打掉，其实要做加固的，就是说要做就花很大成本去做加固的。但事实上几乎打掉了之后，就是涂一层抹一层水泥灰浆，这是第一个顾虑。第二个顾虑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通风、采光还有噪音，这个其实是必然影响的。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可能量化的数据可能不足，但是其实大家肉眼可见，你就现在太阳过来了，你现在这儿烫住的全部都烫光的，其实大家都能感觉得到，对吧？你本来这儿都是还能有点光线的，现在这个2个那么大的一个烟囱一样的竖着，肯定有影响。而且呢，它整个电梯呢是跟墙体是硬连接的，就是沉降不会均匀的。我们的这个楼都已经10多年了，它本来的沉降已经稳了。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责任。我们讲起来就是说，这个房子啊，以后出了问题谁来负责？包括我们2楼、1楼啊，现在讲起来是不出钱的，但是到时候你会看到，就是规定有一条，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比较多嘛，你不出钱，但不代表你不承担责任，都是整栋楼承担责任，整栋楼的业主承担全体责任。就是说你到时候怕你也要跟着一起掏钱，对吧？今年上海是40多度，电梯这个里边的温度再加个5度到10度都没问题，我去做了2次，简直是像个闷罐子一样。而且因为这个电梯呢就会死机的，其实很多信息都会报道，就电梯的因为本来是在那个电梯井里，它的工作温度不超过45度的，但事实上你想上海外面温度就40几度了，它外挂电梯都是50、60度的温度，一死机关在里边。正规电梯里边不是都有求救信号的，它都是连到物业的或者就是报警器的。我们这儿因为是你自己装的，是你业主自己装的这个电梯，你如果跟物业没有达成就是说代管协议，他是不会管的。所以就是说里边出了事，就那个红的按钮是在，但是按了是没反应。我也可以给你看我们小区的一个通讯，它里边也在问，他给关在里边了，而且没有解决，然后第2天又找不到也在问我们的门卫，他铃按了为什么没用，是不是通他们的？他们说跟我们不搭嘎，不管的。这个我们也不能就是说以偏概全啊，就是说你只能说你这边小区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你看到的。现在呢就是说是把这一块呢是逐步是让物业统一代管，
啊，在改善，统一代管，在改善。在改善。